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大家好，各位亲爱的影迷和剧迷朋友们。花开锦绣因为丁禹兮与邓恩熙的再次合作，受到不少观众关注。相比第一次搭档时的陌生感，这一次两人在镜头前明显多了一层自然的默契。尤其是在人物互动较为密集的剧情中，一个眼神，一个停顿，甚至一句看似普通的台词，都能让观众感受到两个人之间特殊的节奏。从目前公开内容和观众讨论来看，花开锦绣并不是单纯依靠男女主角的人气来制造话题。作品将古装、冒险、逃亡以及情感成长等元素结合起来，让人物关系随着剧情不断变化。丁禹兮饰演的角色与邓恩熙饰演的角色在相处过程中既有互相试探，也有彼此帮助，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完全确定，而是在一次次共同经历中逐渐建立信任。这也是这次二搭比较吸引人的地方。观众看到的不只是熟悉的演员组合，更是两个演员重新进入不同人物世界后的化学反应。所谓二搭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并不是简单重复过去，而是能够让观众看到新的角色、新的故事以及新的情感表达。花开锦绣上线后，相关热度数据和讨论度迅速引发关注。有网络话题提到，作品首日热度突破23000，不过不同平台的数据统计标准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这个数字更适合视为相关热度表现的一种参考，而不是评价作品质量的唯一标准。真正值得观察的是为什么观众愿意继续讨论这部剧。从剧情设定来看，花开锦绣采用了比较有移动感的古装冒险路线，人物不是一直停留在固定场景中，而是在逃亡、寻找、相遇以及解决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故事。这样的结构能够减少传统古装爱情故事中容易出现的节奏重复，也让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拥有更多自然发生的机会。比如草帽擦过耳环这样的细节，看起来只是一个很小的动作，却因为人物距离、表情和情境的配合产生了轻松效果。类似的小设计并不意味着剧情本身一定完美，但确实能够让人物显得更加鲜活。对于一部古装剧来说，热度可以带来第一批观众，但只有剧情能够持续制造悬念，人物能够让人产生情感投入，作品才有机会真正留住观众。这部剧另一个被频繁讨论的部分，就是围绕前期的谐音梗。这类桥段之所以容易引发观众注意，并不是因为一个简单的词语有多么复杂，而是因为它恰好撞上了人物之间微妙又尴尬的互动。邓恩熙面对这样的调侃时所呈现出的无语感，与丁禹兮角色的反应形成反差，于是原本普通的一段对白很容易变成观众记忆中的轻松片段。当然，谐音梗能不能真正成为经典，还要看它是否服务于人物和剧情。如果只是为了制造短视频传播效果，观众的新鲜感很快就会消失。但如果笑点能够体现人物性格，同时推动两个人关系变化，那么它就不只是一个单独的梗，而会成为角色塑造的一部分。花开锦绣目前受到关注的一个原因，正是他没有把所有情感表达都处理得过于严肃。危险场面之外，穿插一些轻松互动，可以让人物之间的距离更加真实，也能够让观众在紧张剧情中获得喘息空间。邓恩熙那种略显无奈的反应，加上丁禹兮角色带来的轻松感，使两个人的互动不只是甜，更带着一点斗嘴和互相拿捏的趣味。这种关系往往比单纯制造浪漫桥段更容易留下印象。如果说前面的谐音梗负责让观众笑出来，那么作品真正想表达的核心仍然是人物在困境中的选择。从逃亡到并肩面对危险，再到逐渐建立信任，人物关系需要通过事件一步一步证明，而不是依靠一句台词直接宣布两个人已经深爱彼此。
正因为他们经历了共同的困难，所以彼此之间的信任才更有重量。网友所说的世界正数第一有默契 CP， 更多是一种轻松的粉丝式表达，并不代表官方评价。它之所以能够传播，主要还是因为观众在互动中感受到了自然的配合感。而从故事发展来看，如果后续剧情真的走向一家三口的生活阶段，那么人物关系也会发生明显变化。爱情不再只是心动和暧昧，而会进入责任、选择以及共同生活的层面。这样的变化其实比单纯撒糖更值得期待。对于丁禹兮和邓恩熙来说，二搭最大的挑战同样在这里，如何让观众相信他们饰演的是两个有独立性格的人，而不是为了再次组成热门 CP 才被安排在一起。如果角色成长能够成立，那么这次合作才真正有意义。目前花开锦绣的讨论热度确实给作品带来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但爆与否最终不能只靠几个热门片段判断。真正决定一部剧能走多远的，还是完整故事、人物逻辑、演员表现以及后续剧情能否保持稳定质量。丁禹兮与邓恩熙的二次合作，为作品提供了天然的话题基础，古装冒险的设定又给人物关系提供了更多变化空间，而草帽、耳环以及谐音梗等细节则让部分桥段更容易形成传播。不过观众最终愿意留下来，还是因为想知道人物接下来会经历什么。如果后续剧情能够继续保持稳定节奏，花开锦绣的吸引力或许不会只停留在几个热门片段上。对古装剧来说，真正考验作品的往往不是开局有多热闹，而是热度出现之后，编剧能否继续把故事讲完整，把人物写立体。尤其是丁禹兮与邓恩熙饰演的角色，如果后续能够在共同经历中不断产生新的选择与冲突，那么两人的关系就会从有默契进一步变成有成长。观众真正容易被打动的，并不是反复出现的甜蜜互动，而是人物在关键时刻愿意为彼此承担什么。当剧情面临危险、误会或者现实选择时，两个人是否依然能够保持信任，这些细节才是感情真正沉淀的过程。这样的情感推进比突然安排一场高强度反转更加自然，也更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同时，花开锦绣如果想维持讨论度，也需要避免过度依赖网络热梗。谐音梗可以成为轻松的调味剂，却不应该成为剧情吸引力的全部。真正能够留下观众的是人物每一次选择背后的原因，以及这些选择最终带来的改变。因此，与其急着判断这部剧是不是爆款，不如把目光放在后续故事本身。热度只能证明作品暂时获得了关注，而持续的口碑则需要剧情和人物一点一点赢回来。丁禹兮与邓恩熙这次二搭究竟能否产生更长久的化学反应，也要看他们饰演的角色能否在接下来的经历中真正成长。或许最值得期待的恰恰不是下一次甜蜜名场面，而是他们在命运转折面前会做出怎样让观众意想不到却又合乎人物逻辑的选择。感谢大家看到这里，如果你也在关注花开锦绣以及丁禹兮、邓恩熙的这次二搭，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觉得两人的默契来自演员之间的配合，还是来自角色本身的设定？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